您好，我是 EasyFish。作为 Airbnb 11年的用户，我睡过将近30张异国的床，有些一住就安心，有些每天都在消耗。我越来越感受到，只有住得安心舒适，旅行的质量才更高。而好民宿其实是有共性的。我12月份刚刚结束法国旅行，今天就来聊聊在法国旅行如何选到理想民宿。这次为期2个月的法国旅行，以比利牛斯山的滑雪小镇吕兹圣索沃尔开始，巴黎结束。总共住了5个法国 Airbnb， 少则4、5天，多则10几天。其中非常精彩的，比如吕兹圣索沃尔的 House 民宿，房屋干净宽敞，生活设施齐全精致，房屋外的风景美得不可思议，居住极其舒适，以至于我们舍不得离开，又多住了2日。我甚至与房东建立了友谊。又比如巴黎的民宿，虽然房源没那么精彩，但房主夫妇热情友善，他们甚至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家庭 party， 品尝他亲自烹饪的正宗法餐。阿维尼翁的民宿有6扇漂亮的老式大百叶窗，让我们每天都沐浴在南法的阳光中。这些民宿让我们不仅住得舒适，并且有意外收获。当然也有房子本身是不错，但不符合我的居住要求的，比如里昂的民宿，它是房东平时生活的空间，有客人订就腾出来，这倒是真正的 Airbnb 的理念，把自己的房子分享给客人住。虽然可以直截了当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，但满眼都是房主人的私人物品，感觉像借住在陌生人家里一样，这让我觉得不轻松不自在，这不符合我想要的可以安心生活的要求。而蒙彼利埃的房子则运气太差，住了6晚，3晚楼下开 party， 噪音持续到夜里1点。近几年我经常在欧洲、美加、日本旅行，在选择民宿的过程中，我的旅行也发生了变化，从在城市住2、3天的走马观花，变成至少1周以上的慢旅行。我选择民宿不是为了度过几个晚上，而是希望在全新环境中依然可以安心生活。这直接决定了我的选房方向。我选房时一切都是围绕陌生环境安心生活这个主题展开的。一句话，这几天我要住在一个像自己家一样轻松自在舒适的空间里。在 Airbnb 上订房，大家恐怕都有这样的感受，刚打开 App 时，面对陌生的城市，满屏的信息无从下手。此时我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，但我利用4轮筛选法，大大缩短了选择过程，并且很快就能挑到符合要求的民宿。A 轮快速筛选法，这个环节我不会消耗太多精力，只通过这3件事来做快速筛选。第一，房屋基本条件，我会选择整个房屋带厨房和洗衣机，在租车的情况下还要加上免费停车场或停车位。第二，心理价位区间，我并不追求最便宜，而是选择性价比合理的。欧美国家每晚房价的中位数约100欧元或100美元，这个价位为基础，可以避免过于奢侈的房子和廉价不舒适的房子。第三，整体评分，我会选勾房客推荐，总体评分接近5分，但不低于 4.7 分的。通过这3件事的初步筛选，可以过滤掉一大批不符合条件的，剩下的进入 B 轮选房。B 轮地理位置筛选，在法国的城市间旅行，火车、地铁以及公交系统是既经济实惠又快速便捷的方式，所以我通常会选择火车站、地铁10分钟步行范围内的民宿，这样每日出行就很方便。但是这一环节需要做一些功课。火车站通常位于中心区域，虽然便利，但也会因为人多混杂产生居住风险。这时我会提前在网上了解当地火车站的情况，
比如我在蒙彼利埃和阿维尼翁这种小城市的民宿，就可以在火车站附近。图卢斯，我甚至直接住在火车站对面，既方便又没有安全问题。但是里昂和巴黎这样的大城市，火车站周围就不是理想的生活居住地。我宁可选择远离市中心，但是靠近地铁的地方，价格还更加实惠。如果租车，我通常在中心区域以外的范围寻找。比如吕兹圣索沃尔，它的房子步行大约要4-5分钟可以到达中心区域，不仅价位更低，房子还会更大一些，停车也很友好。而且市中心寻找停车位也很麻烦，所以车停在中心区域外围，公交或者步行进入中心区域是比较好的方法。Sailor 图片说明评论找茬大法。这一轮有点硬核，比较需要耐心细致，在蛛丝马迹之中辨别房子的真相，是真的好还是看着好。说实话，11年的体验，我看房源照片已经不是在看装修了。我总结了一套找茬模板，希望大家在选房中可以借鉴。的确，房东会把最美的一面展示给你。第一眼，我也会被漂亮的大床、心仪的布置所吸引。这些房源第一时间会被加入我的心愿单中，但随后我会开启找茬模式，寻找每一张图片里的线索，真相就藏在他们没打算让你细看的角落。这些才是我会放大图片仔细盘查的。图片数量越多越好。用心的民宿经营者会尽可能地利用图片详细展示自己房屋的布置、光线、设备、环境等。照片不一定拍得有多完美，但一定是清晰的、多角度的和细节丰富的。至少20张以上的图片才能大致展示出比较全面的房子情况。我这次非常满意的吕兹民宿，它的图片甚至将近40张。而10张图片以内的民宿可以理解为这个房子过于简单，或者是主人不太想多拍，甚至有可能是房主不上心懒得拍照。其次，看客厅光线，如果白天客厅开灯，说明采光不好，景观一般。其次，看餐具摆放细节，淋浴房玻璃门光亮程度，马桶和周围地面是否光洁。这些地方有一处看着不满意，基本可以代表整体卫生水平堪忧。如果图片中出现杂物，我直接离开。拍照都不认真的房东，房子的干净程度不会太好。这些方面房东并不会明示，也容易被客人忽略。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些都无所谓，但越是细节之处，越会影响居住舒适感和幸福感。房屋说明4个读心术，11年的民宿体验，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：文字不仅是信息，更是房东的性格侧写。保姆级碎碎念型房东，这样的房子是我首选的。比如我在阿维尼翁的民宿，它就写得非常清楚，位于新翻修的历史建筑的3层，有电梯，床的宽度是多少，房内设施情况，步行到景点、便利店、火车站的距离和时间。有些房东还会描述哪家咖啡馆的牛角包最好吃，甚至几点会有垃圾车经过都告诉你。这样的房东，他们追求的是5星好评，最怕客人住得不开心，会把所有可能的雷点先摊开。这样的房子住进去，你会处处感受到房东细致又不打扰的关心。惜字如金型房东，这样的房子想要住的舒适就要慎入。我住过文字介绍极简到只有1句话的民宿，果然房屋极简到晾衣服的钉子都没有。好在有几只猫邻居天天来做客，增添了不少情趣。当然我只住了2天，图个干净便宜歇脚用。这类房东有些是刻意不说房子的细节，有的可能是房源太多的职业二房东。总之住进来，要么是不太符合自己的要求，要么是有意想不到的麻烦。第3，文字修辞背后的逻辑。比如文字里提到复古风情、有历史感的住宅，就要考虑一下房屋是否老旧， WiFi 网速如何。深度融入当地生活，就要多想想周边环境会不会嘈杂。
我在蒙彼利埃的民宿楼下的酒吧开 party， 动感音乐到夜里1点才结束。他的文字是这样写的：沉浸在这处独特住所的氛围中，它曾经是这座城市一家知名音乐策划公司的办公室。听起来很美，谁能想到与噪音有关？我反正想不到，我只看到房子的布置很有特点，于是就为风情买单了。第4，一定要拉到最下面看房屋守则。有的房子的规则真的很奇怪，比如晚上10点不能洗澡，使用空调需要额外支付现金。我在里昂的民宿要晚上6点以后才可以入住，还好房东委托邻居帮我提前入住了。我还曾经在巴塞罗那入住前要拖着行李去1公里外的报刊亭取钥匙，而这个信息被我忽略了。所以看文字不是看他夸的有多好，而是看他真诚度有多少。一个连几百字介绍都懒得写的房东，你很难指望他在你遇到问题时能有多勤快。你在房屋守则里读到过最离谱的要求是什么？欢迎留言。评论区堪称是房子的体检报告，这里到处是情报，有非常多的弦外之音，所以我不会忽略每一条评论，仔细的在好评里品字里行间夹杂的遗憾。第一招，看客人是否提到关键词，环境好、干净，房东热情，还会再来，那这就是他的硬核优点。如看到枕头有点软，楼下邻居有点吵，到地铁站有点远，哪怕是他们最后都给了5星好评，我也会把这些信息自动加粗标红。比如这条民宿评分很高，还是客人推荐的，图片也很好，文字说明只有一句话：位于市中心的宁静空间，放松身心。但是评论区里多次提到靠近车站没那么安静。真正的好评是带有感情色彩的。如果评论区有大量的客人详细描述阳光洒在餐桌上的感觉，提到冰箱里房东准备的小点心，那这个房子是被很多人认可的。有些好评是礼貌性的客套话，比如房东人好，位置很好等等，就没了。这说明房子除了房东人不错和位置没找错以外，也找不出别的优点了。没有细节的好评本质上就是无功无获，这样的房子我可以作为短暂的歇脚。第3招，看房东对差评的反馈。经过前面的筛选后，很难看到差评的房子了，多半是客人对某个方面不太满意产生的抱怨。我特别感兴趣房东的回应，比如这家房东这样回复负面评论：您是不是本来打算评论其他房子而误进入这个评论里了？说明这个房东很在意自己的评分，是认真经营的。但要注意 Airbnb 的规则是房东回评后，客人也无法再留言了，再想说点啥只能找 Airbnb 客服了，所以房东最后一锤定音。第4招，评论时间线。我重点看半年内连续获得高质量评价的房子，如果最新的评价是半年前的，哪怕以前全是满分，我也要打个问号，这说明房东或者房子最近出了什么问题。如果低于 4.8 分，但最近半年连续得到高分好评，那么说明房东在努力改进。D轮，给房东留言，房东回复速度也预示了对客人的重视程度。我现在每次预订民宿必向房东确认的：一、是否是为客人设计的专属居住空间；二、周围环境是否安静；三、WiFi 是否快速，在卧室是否也能正常使用；四、是否提供调料、洗衣液、洗澡液等；五、是否带电梯，需要爬几层；六、是否有晾衣架或晾衣绳。最后，在支付租金之前，我会再问自己一句：我愿不愿意在这里多待1天？这句话几乎从没骗过我，因为我越来越在意这个地方能不能让我像个人一样生活。总结一下，首先，确定预订房子的目的是为了短住几天，还是安心生活一阵子。之后利用房客推荐、房屋条件、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，快速筛选出一些符合要求的房子，然后通过图片、说明、评论，进一步过滤出目标房子，最后通过与房东沟通，最终确定心仪的房子。希望我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，在旅行中选到自己的理想居所。